今天这个故障绝对是电路维修行业当中用时最短的，1分钟2张。要是再弄点花花肠子，那有可能更多。这个厨房的清跳咋呢？清跳有合不上是吗？对，合不上。正是做饭时间，结果厨房里面的这个漏电保护器合不上。先测试一遍，毕竟客户的话也不能全信。以前我都吃过这样的亏。你插什么电器来吧？正好得用着了，它平常也上。像这样的故障该如何排查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单独一个区域出现这种跳闸的现象，可以先测试一下是不是用电器的问题，把所有插头都先给它拔掉。洗菜盆下面有一个插座，一般漏电和这个插座有关系，但是这一个没有。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插座，这儿还有一个。拔掉这2个插座，咱再合闸试一下。远景泵。好了吧？到现在为止，我的工具箱还没有打开，故障已经修好了一半。拿出咱的万用表和电笔，测一下里面的这2个电器，看哪一个在漏电。漏电？哪个电？哪个电？是水壶吗？你刚插这一个是吧？插啊，这是水壶。插这一个。万用表达到成10K， 测量这个插头，测量火地，看指针摆动100到头。是不是看到这儿感觉又捡漏了？但是捡漏也得在有经验的基础之上，把壶和底盘分开，再测一下看还漏不漏电。火地之间100到头，那说明是这个底盘的问题。进水进去，不能用了，你晾干性有起水功能。像这种因为电器进水导致漏电跳闸的故障不在少数。既然维修的时间花的比较短，那就多推一会儿。再测一下插头。零地之间正常，火地之间也正常。接点水，烧水试一下。行。烧完才跳的闸还。烧完才跳的闸。就是烧完进水了。烧完都没事了就跳的闸。不是用完水了还。因为你放的水太多啊。都意思。对。这条视频大家满意不满意？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